诸位乡亲朋友们，大家好。我这几十年来看过太多人来找我，问前程，问家运，10个人里面至少有9个，只要我稍微问一问他们的过往，他们就会摸摸后脑勺，眼神躲闪，不好意思的跟我说，老师，那都是年轻时候不懂事，那时候刚出社会，条件不允许，或者是为了保住工作，怕人家讲闲话顾面子，就拿掉过1、2个孩子。不过那都是去妇产科做个小手术，几十分钟就解决了。现在医学这么发达，哪有什么因果报应呢？听到这种话，我表面上不动声色，还是笑眯眯的看着他们，但我这心里头啊，只能长叹一口气。这就叫做无知者无畏。你们一定要记住我今天讲的这句话，把它刻在脑子里。生命不是儿戏，因果从来不空。你们以为那只是一块肉，一滩血水，可你们不知道，从神识入胎的那一刻起，一个完整的生命就已经成立了。你签个字，麻药打，手术刀一刮，事情就结束了。错，手术刀能切断的只有那根有形的脐带和血肉，但它切不断你们之间无形的能量和业力。打个最通俗的比方，这就好比你家里有一台收音机，你嫌它太吵，一锤子把它砸烂了，收音机是坏了，没声音了，但是电台发射出来的无线电波还在不在？还在啊，只是没有了机器来接收这些电波，它们就在你家里到处乱窜。那个被你强行终止的小生命也是一样，它的肉身虽然没了，但那股先天的能量，那股气，还有因为被剥夺生命而产生的强烈磁场，它不会凭空消失。这股气去哪里了？它无处可去，只能围绕着能量的源头，也就是他的父母打转。而在佛教的根本义理中，主动堕胎属于断人命根的杀生重业，这在佛说优婆塞五戒相经中被判为不可悔罪。我们台湾老一辈常讲一枝草一点露，天公伯既然让这个孩子来，就一定会给他一口饭吃。可是我们凡夫俗子看不透，为了自己的方便，硬生生剥夺了他做人的机会。所以你觉得家里阴气重，运气差，身体有怪病，那根本不是胎儿的意识主动找上门来报复你，那是你身为父母潜意识里根本挥之不去的罪恶感与愧疚感在折磨你。这股强大的负面情绪，加上你造下的杀生重业所感召出来的现实果报，就是你自己心里投射出来的活地狱，是你自己感召来的业报，怨不得别人啊！这就像澳洲的回力镖，你当年扔出去的时候觉得很痛快，觉得解决了一个大麻烦，但几十年后它飞回来扎在你身上的时候，你才知道什么叫做痛彻心扉。现在外面有很多宫庙或者一些所谓的通灵法师，动不动就吓唬你，说你运气不好是因为有亡灵趴在你的背上，说那个没出世的阴灵满脸是血在缠着你，要你花几万块、10几万去做法事，烧纸钱超度。诸位啊，你们今天听我讲句大实话，那不是佛法正见，那是吓唬你们的。我们汉传佛教的大德，像圣严法师、印顺法师，早就讲得很清楚了。在正统佛教的教义里，人死后的中阴身最多停留49天，就会随着他自己的业力去转生6道，哪里会有什么阴灵长年累月以一个小婴儿的形态飘在空中，跟在你屁股后面作怪，那都是民间鬼故事演的。不要自己吓自己，更不要白花那些冤枉钱。那你一定会问我，既然佛教不承认有小鬼缠身，那我为什么会这么不顺？为什么我总觉得家里阴森森的，背脊常常发凉？这就是我要跟你们讲的，比鬼神还要可怕。
也最真实的宇宙铁律量子纠缠与因果业力。你们现在年轻人懂科学，知道物理学里有个量子纠缠，两个微小的粒子只要发生过纠缠，哪怕你把它们分开，一个放在地球，一个扔到火星上去，只要动地球这一个，火星上那个瞬间就有感应。这叫什么？这叫磁场合一。那你们想一想，这个世界上还有比父母和孩子之间更深的纠缠吗？从神识入胎，也就是受精卵形成的那一刹那，那一个完整的生命就已经成立，你们的生命磁场就已经彻底绑定在一起。你以为你去医院签个字，麻药一打，躺在冷冰冰的手术台上，让医生拿锋利的手术刀把你肚子里的那块肉刮掉，变成一滩血水冲走，事情就结束了。你以为那是在割掉一块发炎的盲肠，还是切掉一块多余的扁桃腺？错了，手术刀能切断的只有那根有形的脐带和血肉，但它切不断你们之间无形的能量和业力。这股能量附着在你身上，日夜搅动你的潜意识，让你心神不宁，噩梦连连，让你身体寒凝气滞，百病丛生。这不是鬼在作祟，这是宇宙最公平的因果法则在运作。你种下什么因，就结什么果。你剥夺了别人的生命权，这个业力就会以各种形式回到你的生命里，躲不开，逃不掉，直到你真心忏悔，付诸行动去弥补为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核心道理。为了让大家彻底明白这个道理，我今天不讲古代那些遥远的故事，不讲明代精灵的富甲，我们就把时空拉回大家最熟悉的年代，民国77年的台北。那一年，蒋经国先生刚过世不久，台湾的社会正处于一个剧烈变动却又充满生机的时代。股市准备要上万点，忠孝东路上的霓虹灯闪得让人眼花缭乱。在那种氛围下，每个人心里都有把火，想着要出人头地，想着要赚大钱。我们的女主角叫李美玲，那年她才23岁，是台北一间私人诊所里的小护士，长得眉清目秀，人也温柔。有一天，急诊室推进来一个在工厂受伤，满脸是血的年轻人，这个人就是张凯富。诸位老同学，你们注意听，我们佛家讲缘分，这世间所有的恩怨情仇，往往都是从似曾相识开始的。李美玲第一眼看到昏迷的张凯富，帮他包扎的时候，心跳就莫名其妙地漏了一拍。明明是第一次见面，脑子里却只有一个念头，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他，这种感觉。现在西方的心理学叫做既视感，但在我们修道的人眼里，这叫宿世缘分的欢喜。佛经里说，500次的回眸才换来今生的一次擦肩，这两人的磁场一下就对了，很快就谈起了恋爱。但是各位长辈啊，你们要记住，缘分有善缘，也有恶缘。你以为遇上了良人，有时候他其实是拿着前世的账本来跟你讨债的冤家。悲剧的种子在民国79年种下了，那时候他们已经订了婚，但还没办桌请客。在那个年代的台湾社会虽然已经比较开放了，但未婚先运回到中南部的老家，还是要被乡亲长辈戳脊梁骨的。张凯富那时候在一家电子厂上班，正处于被主管提拔的上升期。当美玲拿着验孕棒，忐忑不安地告诉她自己怀孕的时候，你们猜张凯富怎么说？他眉头一皱，说了一句让李美玲后悔半辈子的话：美玲，要不我们先把孩子拿掉吧，现在条件不允许，我们连个像样的住处都没有。等明年我们存点钱，风风光光办了婚礼，再来要孩子。那时候名正言顺，对你的名声也好，不是吗？你们看看，这就是凡夫俗子人
总是被世俗的观念绑架，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面子，为了怕别人讲闲话，竟然可以狠下心去牺牲一个最珍贵的生命。李美玲当时也年轻没主见，虽然心里百般不愿意，但为了这段感情还是点头了。那天的妇产科诊所很冷，手术只有短短的10几分钟，但在麻药起效，意识模糊的那一瞬间，李美玲做了一个梦。她梦见自己站在一片白茫茫的大雾里，脚下冷冰冰的。突然雾里传来一阵婴儿的哭声，她看到一个看不清脸的小婴儿站在雾里对着她哭，2行血泪流下来，化成了一行字，深深地刻在虚空里：妈妈，我还会回来的。诸位，这就是第一次的警告，这不是鬼托梦，这是李美玲身为一个母亲，她本有的母性与那个神识之间，因为量子纠缠被强行切断时，灵魂深处爆发出来的巨大悲伤与潜意识的投射。手术醒来后，美玲大哭了一场。张凯富买了一碗猪肝汤给她补身子，安慰她说：没事啦，没事啦，以后我们还会有很多孩子。真的没事了吗？我们接着看，民国81年，2人顺利结了婚。婚后没多久，李美玲又怀孕了。这一次名正言顺了吧，总该把孩子生下来了吧。结果张凯富又变卦了。为什么？因为公司准备提拔他当技术科长，而且他们正在看房子，准备在台北县，也就是现在的新北市，买一间属于自己的大缺。他的理由听起来比上次更冠冕堂皇。美玲你看我们现在每个月要缴死会，还要凑头期款。我如果当上科长，天天要加班应酬，现在生孩子，我们哪有钱给他好的生活？住这小套房怎么养？等我升了职，我们买了大房子，给孩子一个最好的环境，这才是对孩子负责任的父母。这句话诸位是不是觉得很耳熟？现在多少年轻夫妻也是抱着这种想法，这叫什么？在我们传统文化易经的道理里，这叫做本末倒置，自断生路。你们要知道，孩子是生机，是财库，是带来福气的。你把活生生的福气挡在门外，甚至亲手杀死，去追求那个用钢筋水泥盖出来的死的房子，追求那个印在名片上的虚的职位，这不是愚痴是什么？第2次上手术台，李美玲没有做梦，但是手术完之后，她整个人像泄了气的皮球，气色变得蜡黄，腰常常酸得直不起来，整个人瞬间老了好几岁。而张凯富呢，那个口口声声说要给孩子好环境的男人，他也开始做噩梦了。他连续好几天梦见一个跟他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的小男孩背对着他，冷冷地留下一句话：我会回来的，但下次你可能认不出我了。这就是因果业力给他们的最后通牒。可是凡人往往被眼前的名利欲望蒙蔽了双眼，看不到老天爷亮起的红灯，他们以为不想要，就可以像扔垃圾一样丢到医疗废弃物桶里。殊不知，这一扔就是把自己下半辈子的福报全部扔进了无底深渊，报应来得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快。几年后，张凯富当上了科长，房子也买了，车子也换了，他们觉得条件允许了，准备好要迎接孩子了。可是怎么怀都怀不上了。他们跑遍了台北各大医院，西医检查出来说李美玲是输卵管堵塞，子宫内膜太薄。西医只看到器质性的病变，但在我看诊的传统中医眼里，这叫什么？这叫宫寒血亏，怨气郁结。我在这里要给诸位长辈，特别是女性朋友，讲一个很深的中医与风水道理。这也是很多人后来身体不好，晚年
得怪病的根源。我们常说一命二运三风水，大家买房子都知道要看风水，不想买到出过事的凶宅。但是你们知不知道，你自己的身体就是你灵魂居住的房子。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子宫是什么？那是人体内最大的风水宝地，是孕育生命的皇宫，是家里风水最好的聚宝盆。当你为了身外之物，为了面子、房子、车子去强行拿掉一个孩子的时候，你是在干什么？这叫血溅厅堂，这叫杀鸡取卵。你亲手在那个孕育生命的地方断送了2条命，那个原本温暖的皇宫就变成了人体内的凶宅，充满了杀业带来的怨气、晦气和阴冷的负能量。李美玲为什么怀不上？因为她的子宫已经寒透了。这个寒不是说她穿得少，吹了冷气着凉的那种温度低，而是因为那里发生过杀戮，能量场已经坏掉了。你们想想，新的生命也是一股先天之气，他想进来投胎，一看，哎呀，这个地方阴森森的，还飘着血腥味和前2个生命死留下的怨气，这房子是凶宅啊，我不敢进去住，所以不管吃多少排卵药，打多少破卵针，怎么怀都怀不上。这就叫负能量郁结。李美玲为了要这个孩子，把中药当饭吃，把医院当家住，那是拿钱和命在填自己当年挖的坑啊！终于老天爷似乎给了他们一线生机。到了民国88年，在经历了无数次的折磨后，李美玲千辛万苦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叫张安儿。按照常理说，有了孩子，这个家应该充满欢笑才对。可是安儿这孩子一出生，家里的气氛不但没有好转，反而透着一股让人说不出话来的压抑。为什么？因为安儿身上有2大怪异。第一怪，这孩子极度亲他爸爸。我们常说女儿是爸爸的前世情人，是贴心的小棉袄，但安儿不是。只要张凯富一下班，伸出手想抱抱他，这小婴儿就像碰到了烙铁一样，撕心裂肺的哭，拼命挥舞着小手推打父亲的脸。诸位老同学，你们要知道，刚出生的婴儿是没有什么心机的，但他们对外界能量场的觉受，比我们这些被红尘污染的大人灵敏100倍。张凯富身上带着什么气？带着当年为了面子，为了位置，亲手扼杀2条生机的杀气与自私的寒气。安儿闻得出那股味道，他的灵魂本能在排斥这个充满煞气的父亲。第二怪，也是最让李美玲崩溃的。在台湾民间，很多人说这是阴阳眼，或者看见无形物。在安儿2岁多，刚会牙牙学语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一家3口在客厅看电视，突然安儿伸出胖乎乎的小手指，指着家里空荡荡的墙角，奶声奶气地对李美玲说：“妈妈，那里有个小哥哥。”李美玲当时正在削苹果，手一抖，刀子差点削到自己的肉。她顺着女儿的手指看过去，墙角除了一台电风扇，哪里有半个人影？可安儿眨巴着大眼睛，说的有鼻子有眼的：“有啊，他跟我长得很像，他一直站在那里看着我们。妈妈，他全身都湿漉漉的，还在流血。他说他也想洗澡。”诸位听到这里，是不是觉得背脊一阵发麻？全身湿漉漉，还在流血。你们还记得当年李美玲在手术台上推麻药时做的那个梦吗？还记得那团被冲走的血水吗？有一次吃晚饭，最崩溃的一幕发生。安儿非要拿2副碗筷摆在旁边的空位上，对着空气说：“哥哥，你也吃一点，妈妈做的红烧肉很好吃。”那一刻，李美玲终于撑不住了，扔下碗筷，捂着脸痛哭失声。好，
故事讲到这里，我要停下来，再次给诸位敲一记警钟。很多神棍听到这种事，马上就会说：哎呀，这就是阴灵来讨命啦，小鬼缠身啦，快拿钱来做超度。错了，大错特错。我前面刚讲过，佛教正信里神识49天就随业流转了，哪有什么小鬼几年了还待在你家客厅？那安儿看到的是什么？诸位啊，这就是佛教唯识学里讲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李美玲这几年来因为2次堕胎，心里埋藏了极深的罪恶感和愧疚感。这种强大的负面念力日积月累，加上她子宫受损，身体虚弱，整个人的磁场是极度低迷的。而这个房子里也因为当年的杀业积聚了太多的怨气磁场。安儿是个纯洁的孩子，他感受到母亲潜意识里那股巨大且悲伤的能量，感受到这个空间里滞留的负面磁场。小孩子的认知有限，他的大脑就把这股怨气和母亲的愧疚具象化成了一个全身湿漉漉的小哥哥。这不是鬼在折磨你，这是你自己的业力反扑，是你内心深处的活地狱在折磨你自己啊。那么面对家里这种愁云惨雾的情况，那个当初信誓旦旦说等我升职买房就给孩子最好环境的张凯富，他是怎么做的呢？这就要讲到人性的丑陋以及因果业报的残酷剧本了。张凯富每天下班回到家，看到老婆神经兮兮，动不动就哭，看到女儿见他就躲。他不但没有反省自己当年的自私，反而觉得有够衰。他觉得这个家风水不好，带衰了他的运气。终于有一天，他找到了借口，他跟李美玲提出了离婚，理由竟然是：美玲，你现在整天疑神疑鬼，跟你在一起我只会走歹运，我想换个环境对大家都好。你们看看，这就是典型的懦夫逻辑，他亲手造的孽，最后却把锅甩给了受害者。离婚后，张凯富把房子留给了李美玲母女，自己搬了出去。凭着他那几年当科长攒下的钱和地位，没过2年，他又娶了一个年轻漂亮的老婆。更让他得意的是，新老婆很快就帮他生了个大胖小子，取名叫壮壮。张凯富高兴坏了，逢人就发红单，到处炫耀。你们看，我就说是我前妻带衰我吧。离开他，我现在不仅升官，还生了个带把的儿子，人生多圆满啊！他以为自己迎来了人生的第2春，彻底摆脱了过去的阴霾，殊不知他这是在悬崖边上跳舞，真正的噩梦现在才刚刚拉开序幕。这就是我要给诸位讲的被堕胎而回来的第一种极端方式，怨仇生化，带着讨债令来。我们佛教讲，儿女跟父母的缘分不外乎4种：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如果当初怀的那个孩子本来是来报恩的，结果你为了自己的面子，为了你的房子，无情地把他杀了。诸位，恩情被剥夺，生命的巨大痛苦给覆盖，就彻底变成了仇。如果那个孩子本来就是来讨债，你把他拿掉，你以为债就不用还了吗？错了，原本只欠他10万块的钱债，现在你加了一笔断人命根的血债，仇上加仇，再添天命。当这股强大到极点的嗔恨业力再次因缘际会回到你的生命中时，它就不会只是在墙角让你做噩梦了，它会以一种你最渴望、最无法拒绝的方式重新介入你的人生。那个叫壮壮的男孩子，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是张凯富的催命符。这孩子名字叫壮壮，可身体一点都不壮，从满月开始就出黄疸，半岁得重度肺炎，3岁那年直接在医院
查出了非常严重的血液病，也就是白血病。张凯富这几年辛辛苦苦当科长赚来的钱，炒股票赢来的钱，还没在口袋里捂热，就如流水般全部送进了医院。为了救儿子，他卖了车，到处借钱，欠了一屁股债。在我们命理学中，这种情况叫什么？这叫散财童子。当然，这在这里是个贬义词，他就是带着讨债令来的。他来到这个世上的唯一目的，就是搬空你的家底，让你为了他操劳一生，心力交瘁。他要让你把你当年为了钱、为了房子而欠他的血债，一分一毫全用眼泪和钞票还回来。更可怕的还在后头。这就是因果里最让人心寒的诛心之痛。壮壮对他亲妈还算正常，但对张凯富这个亲生父亲，从小就冷漠到了极点，眼神里甚至透着一股无名的仇恨。4岁的时候，张凯富下班想抱抱儿子，壮壮一把将他推开，指着他的鼻子大喊：你走开，你不是好人，我不喜欢你。张凯富当时脸都绿了，只当是孩子生病，心情不好。直到壮壮8岁那年，病情急剧恶化，必须要进行骨髓移植才能活命。张凯富虽然心疼钱，也不想在骨髓穿刺时遭罪，但为了这根独苗，为了所谓的传宗接代，他还是硬着头皮去配了刑。老天爷像安排好了一样，居然配刑成功了。本来这是救命的天大喜事，可是当医生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躺在无菌病房里的壮壮，告诉他即将用爸爸的骨髓来救他的时候，这个8岁的孩子竟然像发了疯一样，歇斯底里地拔掉手上的针头，尖叫着喊道：我不要，我宁可死也不要他的东西，让他滚，我不要他救。那一刻，站在病房外的张凯富隔着玻璃看着儿子那充满仇恨的眼神，他的心瞬间碎成了渣。他不明白自己倾家荡产，连命都可以不要的去救的儿子，为什么会把他当成共戴天的仇人？诸位，你们明白为什么吗？这就是现在科学界在研究的细胞记忆，也就是我们佛家唯识学里讲的藏在阿赖耶识里那颗最深的嗔恨种子。壮壮是谁？他极有可能就是当年那个被张凯富为了升科长、买房子而逼着打掉的孩子。他带着那一刀的深仇大恨回来了。他投胎做你的儿子，根本不是来给你养老送终、传宗接代。他的剧本非常明确，就是要让你眼睁睁看着他受折磨，让你为了他散尽家财，然后在最后一刻狠狠地践踏你的真心，让你痛不欲生。这就是第一种极端。因果的业火一旦烧起来，那是寸草不生啊！到了最后，张凯富的年轻老婆受不了这种无底洞的折磨，卷了剩下的一点钱跑了。张凯富钱没了，身体垮了，儿子恨他入骨。他一个人坐在租来的破旧地下室里，冷风从窗户缝里灌进来。这时候他才终于想起了民国81年那个麻药退去后的夜晚，他梦里的那个小男孩转身离去时留下的话：我会回来的，但下次你可能认不出我了。是啊，是不认得了，因为他变成了你最疼爱又最痛心的儿子，来向你索命了。这就是造孽啊！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但诸位老同学，我们讲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佛家讲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因果这张网虽然密密麻麻，但它绝对不是要把人逼上绝路。只要你一念心转，真心忏悔，再大的业火也有熄灭的一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李美玲离婚之后，她一个人带着女儿安儿住在那个曾经充满了杀业与怨气的老房子里，看着安儿一天天长大，
却还是常常指着空荡荡的墙角，喊着那个全身湿漉漉的小哥哥。李美玲的心简直像是在油锅里煎一样。她也曾病急乱投医，听信一些三姑六婆的话，跑去那些不知名的小公庙，花了大把的钞票买金纸，做什么斩阴灵的法会。结果呢，钱花了，安儿还是照样看见他自己的腰酸，妇科病还是照样犯。为什么？因为外面的法师替你念几句经，那是结个善缘，但它代替不了你内心的那份罪孽。直到有一天，李美玲在台北的一间正心道场里，遇到了一位真正懂佛法的大德。这位大德听完他的哭诉，没有叫他拿钱出来点灯，也没有画符，只是慈悲地看着他，说了一句话：女居士啊，解铃还须系铃人。你以为花钱就能把业障买断吗？你肚子里掉的那2块肉是你自己的骨血，你欠他们的是命，不是钱。你想要解开这个死结，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你心里那份自私的痛转化成对全天下生命的爱。这句话就像一道闪电，瞬间劈开了李美玲混沌的脑袋。她终于懂，真正的忏悔不是跪在佛像前磕几个头说我错了，真正的忏悔是罪从心起，将心忏，并且要付诸行动去弥补。从那天起，李美玲不再去求神问卜，她做了一个让所有亲戚朋友都无法理解的决定。她利用每个周末休假的时间，跑到台北几家生意特别好的妇产科诊所门口去做义工。她去做什么？她去拦人。只要看到那些神情慌张，有男朋友陪着，或者低着头独自走进诊所，明显是犹豫着想做人工流产的年轻女孩，李美玲就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前去，一把拉住人家的手。有一次，一个才19岁的女大学生因为害怕父母责骂，正准备走进手术室，李美玲拉着她，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她完全不顾自己的面子，把衣服稍微掀开，指着自己因为长期吃药而浮肿的身体，哽咽着说：妹妹，阿姨求求你，千万不要走进去。你以为进去躺10分钟就没事了吗？阿姨年轻时跟你一样不懂事，拿掉了2个孩子，结果换来的是半辈子的病痛、破碎的婚姻，还有日日夜夜良心的折磨。孩子是无辜的，你给他一条生路，老天爷将来一定会给你一条生路。那个女大学生本来就害怕被李美玲这么一抱住哭，母亲终于被唤醒了。她拉着男朋友的手转身离开了诊所，决定把孩子生下来作为老朋友。你们知道李美玲这个举动在佛教里叫什么吗？这叫无畏布施，这叫真实的功德回向。我们常说放生，你花10万块去买几千只乌龟，泥鳅放生，虽然也是善事，但哪里比得上你亲自救下一个即将被剥夺掉的人的生命。李美玲用自己血淋淋的伤疤去唤醒别人的无知，她这是在替她那2个无缘的孩子积累无上的福报。就这样3年过去了，李美玲不知道劝退了多少个犹豫不决的年轻女孩，也不知道救下了多少条小生命，而奇迹就在这个时候悄悄降临了。这就是我要告诉诸位的，被堕胎而回来的第2种极端方式，解怨释结，化为善缘。在安儿12岁那年，刚上国中，有一天放学，安儿破天荒地带来一个男同学回家写功课。这个男孩叫张浩然，是个在育幼院长大的孤儿，听说刚出生的时候就被丢在医院门口，差点冻死，后来奇迹般的活了下来。当李美玲端着水果从厨房走出来，第一眼看到这个叫张浩然的孩子时，她整个人定在了原地。
手里的盘子差点掉在地上。为什么？因为这个男孩的眉眼，鼻子长得简直跟年轻时的张凯富一模一样，但是他的眼神里没有张凯富那种精明算计和冷漠，他的眼睛特别清澈，透着一股温暖光。安儿拉着妈妈的衣角，悄悄地说：妈妈，我不懂为什么我第一眼看到浩然就觉得他好像是我哥哥，我想把我的文具分给他，他也对我特别好，就像我们本来就应该保护彼此一样。那天晚上，李美玲又做梦了，还是10几年前那片白茫茫的大雾，但这一次雾气没有那么冷了。那个看不清脸的小男孩又出现了，可是他身上不再湿漉漉的，也没有再流血泪。小男孩慢慢走近，脸庞在光芒中逐渐清晰，那竟然就是张浩然的脸。他在梦里对着李美玲露出了一个极其温暖灿烂的笑容，轻声说了一句：妈妈，前世的怨气已经化解了，这一次我换个身份来守护你们。说完，小男孩化作一道金光，消失在天际。李美玲从梦中醒来，枕头已经被泪水浸透，但这一次是彻底释怀的幸福眼泪。从那天起，家里那股阴森森的感觉完全消失了。安儿再也没有对着墙角说话，那个曾经让人害怕的角落，李美玲摆上了一盆生机盎然的蝴蝶兰。后来李美玲认了张浩然做干儿子，资助他一路念到了大学。浩然对他比亲生儿子还要孝顺。诸位看懂了吗？这就是因果的转化。因为李美玲真实的忏悔和无私的救命功德，那股原本结成了死结的恶业被彻底化解。那个孩子的神识凭借着母亲行善回向的功德力超生了善道，甚至因为宿世的缘分未尽，他以另一种形式孤儿同学的身份重新回到了李美玲的生命里，从讨债鬼变成了报恩的守护灵。这才是最高维度的生命科学啊！故事讲到这里，我知道荧幕前有很多老同学，尤其是我们台湾40、50岁、60、70岁的婆婆妈妈们，心里一定在打鼓。你们会想，老师啊，我年轻时也做过傻事，现在年纪大了，跑不动医院去当义工了，而且我这身体啊，天天腰酸背痛，子宫和肚子总是冷冰冰的，晚上睡不着觉，这该怎么办？别急，我今天既然开了这个口，就定会给大家一个最实用的法门。接下来这一段是我们传统道家与中医结合的一套养生修心干货，你们一定要认真听，最好能拿笔记下来。这套方法不花你半毛钱，但能救你的命，能固你的腰子，通你的气血。我前面讲过，女人的子宫，男人的丹田，也就是小腹部位，是人体最大的风水宝地。你年轻时在那里造过杀业，或者经历过巨大的悲伤恐惧，那就会形成怨气郁结，中医叫宫寒，它会导致你气血不通，长肌瘤，晚年还会引起各种奇奇怪怪的内分泌和神经系统疾病。怎么化解？不用去找人做法，你自己身上的阳气与慈悲心就是最好的超度法会。这套动作叫慈悲五腹调息法，非常简单。每天晚上睡觉前或者早上刚醒来的时候，躺在床上做。第一步，双手搓热，你把2只手掌心相对用力的搓到掌心发烫为止。手心有一个穴道叫劳宫穴，这是人体连接心脏、散发心阳之气的重要开口。第二步，叠放小腹，把你搓热的双手，女性左手在下，右手在上，男性相反，轻轻叠放在你的小腹上肚脐下方，
大约4指宽的地方，也就是子宫和丹田的位置。第3步，观想与呼吸，这是核心。闭上眼睛，全身放松，开始做深呼吸。吸气时，你要在心里观想，有一道金色的佛光，或者是温暖的太阳光，顺着你头顶的百会穴，一直照进你双手捂着的小腹里。那里原本是一间又冷又黑的冰室，现在被阳光照得暖烘烘。吐气时，你要在心里真诚地默念一句：孩子，对不起，妈妈、爸爸当年不懂事，伤害了你。我现在用我全部的爱和温暖，把这些寒气化开，愿你离苦得乐。同时观想小腹里面那些黑色的寒气、病气、怨气，随着你这口长长的吐气化成黑烟，从你的脚底板排出了体外。就这样一呼一吸，专注在你的小腹上，做10到15分钟。诸位老同学，不要小看这简简单单的一个动作。我们讲一气到血行。当你把所有的专注力、所有的忏悔心和慈悲念头，配合着双手的温度，集中在那个曾经受过创伤的地方时，你就是在用自己生命本源的能量，在超度那些无形的冤亲债主，同时也在修复你残破的体内风水。很多跟着我做这个动作的老朋友，做了不到半个月，原本冰冷的小腹变得温热了，晚上睡觉不失眠了，连腰酸的毛病都减轻了一大半。为什么？因为你心里的那个结打开了，气血自然就通畅了。故事讲完了，但我知道我们有些老朋友年纪大了，记性不好，听过就忘。还有些年轻人出门风一吹，又把我的话当耳边风了。所以我今天在最后给诸位复盘一遍这3条保命铁律，你们必须给我刻在脑门上，将来也可以拿去教导你们的子孙。第1条铁律，绝对不要把堕胎当成避孕的手段。现在的社会风气开放，年轻人动不动就怀孕了，动不动就去医院打掉，简直跟去传统市场买一把青菜一样随便。我今天把话放在这里，你以为你在透支的是青春，错了。你透支的是你下半辈子所有的福报和健康。女性的子宫，那是承载生命、张风聚气的圣地，不是医疗废弃物的垃圾场。你每造一次杀业，就是刮掉自己一层福气，刮2次，那就是自毁长城。等到将来你想要孩子却要不上，或者生出个讨债鬼的时候，你别哭着去求神拜佛，那时候连神仙也难救你。第2条铁律，永远不要为了死的身外之物去牺牲活的骨肉亲情。就像那个张凯富为了升官，为了买大房子，硬生生把亲生骨肉拿掉，这叫什么？这叫凶宅制造者。房子是钢筋水泥，是死的；钱是银行里的一串数字，是流通。只有生命和福气是活的。你为了一个死的房子去杀掉一个活的生机，你就算住进了地堡，你能发财吗？你能健康吗？不可能的。因为最好的风水不是你家里坐北朝南，最好的风水是你那一颗敬畏生命的仁慈之心。第3条铁律，做错了事，唯有忏悔，行善，回向6字真言。如果你或者你的亲人曾经因为无知犯过这样的错，请记住，花大钱去做法会，烧纸钱，那是买不来心安的。解铃还须系铃人，唯一的补救方法就是要学李美玲那样，真心诚意的忏悔，承认自己当年的自私和残忍，然后把你心里的痛化为大爱，多做善事，多去帮助别人，最后把这份功德在心里回向给那些未能出世的孩子，告诉他们，孩子，对不起，
愿这份善念的功德，祝你早日脱离苦海，转生善道。这才是佛教正统的解怨释结之道。诸位乡亲啊，我今天费了这么大的口舌，讲了这上万字，不是为了给大家讲个民间鬼故事吓唬人，我是为了救人，为了救那些还在迷茫中的年轻人，也为了救我们子孙后代的运势。在这个网络发达却也让人心浮躁的时代，恳请大家做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如果你觉得今天这番话让你心里舒坦了一点，请动动手指传给你的亲朋好友，在这个乱世送人一句好话，比送什么礼物都珍贵。这是在为大家积福报，你不要觉得不好意思，也不要觉得转发这个会被人家说是迷信。你想想看，如果今天有一个年轻的女孩，或者一对正为了面子准备去诊所的夫妻，因为偶然在群组里看到了你转发的这段内容，他们听进去了，被触动了，停下了脚步，决定把肚子里的孩子留下来。诸位，那你就是实实在在救了一条人命啊！这条命延续下去，将来他长大成人，娶妻生子，那就是无数条生命。这一份比天还大的无量功德，老天爷会记在谁的头上？不只记在那对父母的头上，更会清清楚楚地记在你这个转发人的功德簿上。这比你花100万去盖庙，买1万只乌龟去放生，功德还要大上100倍、1000倍。这就叫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这就是我们佛家讲的法布施。今天这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在这个动荡的世间，愿我们都能修一颗慈悲心，得一个圆满的人生。